6月17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有专家表示，中国对欧盟的猪肉反倾销调查可能使欧洲猪肉市场价格、利润双下滑。欧盟内多个猪肉出口大国纷纷表态，希望有谈判的空间，不希望打贸易战。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负责人表示，此次调查是应国内产业申请发起的。调查机关收到申请后，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并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对申请书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件，决定发起调查。 根据公告，6月6号，商务部收到中国畜牧业协会代表国内猪肉及猪副产品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书指出，欧盟是中国猪肉及猪副产品的第一大进口来源，2020年至2023年占中国总进口量的年均比例达54%。2023年，欧盟对华倾销幅度高达60%以上，使得相关猪肉产品能够以极低的不公平倾销价格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竞争。另外，欧盟猪肉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年均高达426万吨。中国是欧盟最大猪肉出口国，自然成为其转移过剩产能的最佳目的地。中国畜牧业协会还指出，欧盟在农业领域存在大量补贴的情况，欧盟生猪及猪肉行业也会获得巨额支持和补贴。针对中国对欧盟猪肉的反倾销调查，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些猪肉产品没法出口到中国来，或欧盟只能内销，但由于其饮食习惯可能出现销售困难，对欧盟猪价造成一定冲击，进一步影响到欧洲的养殖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在报道中则称，与欧洲不同，猪脚、猪耳朵和猪内脏等部位在中国很受欢迎，怀疑欧盟出口到中国的猪杂今后能否找到替代市场。 此次的反倾销调查为期1年，并且呢，事情可能还会延长6个月。那么我们从现在来看呢，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看到啊，从数据上来看，中国去年1年呢进口的猪肉及相关副产品总计价值呢约60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都是来自于欧盟市场的。在欧洲的饮食习惯当中，猪耳朵、猪脚等部位实际上都是不那么受青睐的部位。 那么，将相关的这些产品呢出口到中国市场，实际上是有利于提高欧洲整猪的价值的。 6月12号，欧盟委员会宣布将于7月4号起实施对华新关税政策，对出口欧盟的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表示，保留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这次中国对欧盟猪肉进行反倾销调查，被多家外媒认为是中方反制的组合拳之一。 此外，欧洲多国的白兰地酒商、乳制品生产商等也忧心忡忡。今年初，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白兰地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该案出材结果预计将于8月底前公布。此外，国内产业界被曝将对欧盟的乳制品提交反补贴调查申请。而据欧盟中国商会5月消息，中国可能也在考虑对搭载大排量发动机的进口汽车提高临时关税税率。这一潜在调整将对欧美多国汽车制造商构成影响。 欧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解决竞争力可持续的问题？但显然，欧洲在这样的一种问题面前呢，在这样一种挑战面前呢，选择的是转嫁矛盾，将矛盾转移到国际贸易，转移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上去，开始频繁地指责中欧贸易不平衡、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这实际上相关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在中国宣布反倾销调查后，欧盟主要猪肉出口国立刻表态，希望讨论解决方案。其中主要以对中国猪肉出口最多的欧盟国家西班牙、荷兰、法国和丹麦为主。西班牙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出口国，占中国猪肉进口总量的21%。西班牙当地时间17号表示，该国正与欧盟官员合作讨论解决方案。西班牙经济部长兼西班牙贸易部长库尔波称，西班牙和欧盟正努力寻求平衡，避免贸易战，同时保护其产品免受影响。 此外，法国、丹麦行业协会组织也表态称，如果中国对欧洲猪肉产品进口实施限制，将对该国猪肉行业造成沉重打击。中国占法国猪肉出口收入的18%。法国猪肉出口商协会会长安妮·理查德表示，鉴于巴西和美国的出口肉类更便宜，他们在猪肉产品出口竞争方面原本就已非常吃力，而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据路透社消息，2023年中国进口了价值60亿美元的猪肉，包括内脏，其中1半以上来自欧盟。路透社认为，如果中国限制进口，欧盟猪肉业将面临噩梦。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畜牧业协会在申请书中列出了来自西班牙、荷兰、丹麦、法国等5家欧盟相关生产企业的名单，其中西班牙、法国等国正是最强烈支持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调查的国家之一。中国商务部昨天宣布，将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这意味着什么呢？中欧贸易战非打不可吗？商务部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的申请，对于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猪肉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是对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反制。其目的呢，是要通过精中点穴，催欧盟有关国家赶紧到中国来协商谈判，力争避免中欧贸易战，让那些随意挥舞关税大棒的国家呢，认清楚贸易战对任何人没有好处。中国去年进口了60亿美元的猪肉产品，其中呢超过1半来自于欧盟国家，而欧盟最大的对华猪肉出口国呢是西班牙，其次呢是荷兰、丹麦和法国。中国宣布进行猪肉反倾销调查以后，西班牙呢马上回应，期待双方有相互理解和谈判的空间，以避免对农产品和食品征收关税。丹麦也喊同，希望呢按照世贸组织的贸易规则，在7月4日前找到解决方案，以免呢丹麦的猪肉产业遭受重大打击。其实呀，中国此前也为预防中欧贸易战做了一些功课，比如说对德国大排量燃油车进行反倾销调查，对欧盟白兰地进行反倾销调查，都是为了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做的准备。一旦欧盟坚持错误，对中国电动车呢加征进口关税，那么中方呢也将向欧盟原产的农产品、猪肉、奶酪、葡萄酒、白兰地增加关税。中国这样做呢，不是要挑起贸易战，而是要通过精准点穴，让欧盟国家呢知道胡乱的增加关税是胡害行为，最好呢冷静点、理智点。法国《世界报》有一篇评论写得特别深刻，说欧盟对华电动车增加反补贴税，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经济上的考量。但是呢，欧盟与中国的竞争力差距并不会因为关税壁垒的升级而得以缩小。当欧盟在电动车产业和技术上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时候，提高关税呢，只能是争取一点时间而已。最重要的是，欧洲在汽车业上犯了战略性错误。中国人专注于大多数都能消费得起的物美价廉的电动车型，而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呢，瞄准的则是高端市场。高端市场的利润率很高，但是销量很低。这结果就是中国产品呢，较早的积累了如何降低成本的经验，同时呢，还受益于汽车行业非常重要的规模经济。如果欧洲人呢，从一开始就追求规模化的话，那么今天的这2个市场的规模呢，也将会是相当的，双方呢，也将会有同样的武器来竞争。对于中国人的选择呢，我们是无法责怪的。面对汹涌而来的中国电动车浪潮，欧洲需要顺着浪潮弄潮，而不是通过增加关税去阻拦浪潮。我觉得呀，要是欧盟的官僚们有这个眼界，中欧呢不仅会避免贸易战，而且呢，在激烈的竞争中会增加双方在国际电动车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和获利能力。